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这两天看有朋友评论说，哎，你们俩怎么从来没有肢体互动啊？我想说，因为我们是一个聊时事的频道嘛，就比较严肃，不太适合这种打打闹闹。而且我们想废话少一点，然后这个节奏快一点嘛。对，但是应朋友们要求哈，今天来十指紧握一下，小手牵大手。记得后面啊，咱们也多来点肢体互动。今天啊，想和朋友们聊一聊，现在在中国的抖音上啊，有这么一类视频非常的爆火，叫做差点忘了自己之前是干什么的。就是有很多朋友们上传视频，在同一个视频中先展示自己现在在做的职业，然后再展示自己之前做的职业，在同一条视频中来进行前后的对比，这个落差呀非常的大。在视频当中啊，看他们之前做的职业呢，不一定是多么的高大上，或者说光鲜亮丽，但起码在大众的眼中啊，基本上都是比较正经的工作。比方说有的是消防员，有的是幼儿园的老师，还有一些甚至是医生，或者说是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但是呢，由于现在市场大环境不好，就业非常的难，或者说裁员很多，很多人呢不得已去转行做了一些网络的卖唱卖跳的男主播或者女主播，有一些呢跑起了送外卖，当起了美团或者京东的外卖骑手。最近刷到很多叫差点忘了以前是干什么的视频，镜头里年轻人在直播间跳着整齐的团播舞蹈，可细看他们的过往经历，却让人在荒诞中品出酸涩。穿上团播舞蹈服，脱下的不仅仅是普通的衣服，更像是那件代表着过去身份和梦想的孔乙己长衫。曾几何时，他们中有人是青年大学习里字正腔圆的主持人，是医院走廊里步履匆匆的护士，是舞蹈房挥汗10年的专业舞者，是央视演播厅里调度镜头的制片人，是扛着摄像机跑遍河南的新闻记者，是幼儿园带着孩子唱跳的老师，甚至是冲进火场的消防员。这些响当当的职业曾承载着个人技能、社会价值与青春理想，如今却在就业寒冬里成了回不去的从前。当有人无奈地说出以前那份正经工作让我连饭都吃不起，可在这里直播1个月就能挣7000块，这句话像一块冰冷的石头砸碎了理想主义的幻梦。直播间里整齐划一的舞步，何尝不是一场无声的告别仪式？当理想主义的花被生存压力碾落成泥，这些年轻人用最现实的方式与过去和解。或许镜头前的笑容带着无奈，但至少他们还在跳着，用这样的方式踩出一条在夹缝里谋生的路。看了刚才这个视频啊，感慨之余啊，就是觉得现在就业市场确实不如以前。核心一句话就是现在的就业市场不养闲人了。就你看以前经济好的时候啊，就什么主持人啊等等很多岗位，它是有个富余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企业吧，它也愿意赞助打广告，金主爸爸就会比较多。你随便搞点什么节目，可能这个节目啊，它也未必有多大的影响力，但是就还是比较容易能拉来一些赞助啊，一些广告。所以各个行业它就会显示出一种可以容纳冗余人员的情况。现在各个行业都在不景气，那这种情况下，冗余人员首先要被裁撤的。而且更夸张要命的是啊，这 AI 又加了一把火啊，就让人均效率可以大大提升。我之前看网友就在感慨啊，他是写一些文章的，他说在 AI 出现以后，他就发现他以前写的很多东西啊，纯粹就浪费时间。就比如说以前有很多玄幻小说那些网站是吧？以前就像唐家三少这种，他们什么日更3000字，他坚持下来了，所以他成功了。放现在的话，唐家三少肯定会被 AI 卷到崩溃。所以在经济不景气和 AI 的加持之下，这不少岗位啊就显得很冗余了，那不就出现了各种所谓的光鲜亮丽的职业人，就开始转型团播呀、外卖等等各个平台哈，因为真的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给那些人了。是啊，就看了这个视频挺唏嘘的，就很多人评论说嘛，现在年轻人都不去好好找工作了，都跑去当网络主播，然后带货主播，其实根本很多都不是他们的本意啊，确实是找不到跟大学所学专业相对应的本职工作呀，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视频。这位账号为大脸弟弟的朋友，他是一位湖南台地方台的主持人，现在呢是长沙市的一名外卖员。2023年啊，他从电视台辞职去考公务员，结果没想到啊，国考、省考全军覆没。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啊，他就成为了京东的一名外卖骑手。刚开始啊，他还藏着掖着不敢说，直到他拍了一条视频，差点忘了自己之前是干嘛的。结果没想到一下爆火，播放量居然达到了1个亿，点赞量都达到了几百万。
在视频里啊，他就说他不认为这是降级，反而是升级，打心底里啊，他就没有落差感。他说啊，如果我没有勇气踏出这一步，哪有这么多人会看到我呀？现在我还能通过这个视频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再也不用看领导的眼色了，只用看导航图的颜色。他还劝大家呀，要对光鲜的职业祛魅。大家好，我是地方台主持人，离职后跑外卖的大脸弟弟。然后我之前不是有条短视频超过了350万点赞，播放量超过了1.3亿吗？我本来以为只是昙花一现，但现在还在持续发酵。隔壁有将近30个公众号为我专门写了文章，说啥的都有。那我今天必须站出来说道。我没有想到最离谱的是某讯新闻，咱先不看内容，您看这标题，沦落这俩字儿，我请问呢，小编到底是用身体的哪个部位想到的这2个字儿的呀？来百度一下它的意思啊。沦为通常指从较好的状态或地位下降到较差的不理想的境地，带有贬义色彩。它强调一种被动或消极的转变过程，通常用于描述个人、群体或事物的境遇恶化。6。首先，职业没有高低贵贱，没有高低贵贱。不管您是哪儿的主持人，您在镜头面前多么的光鲜亮丽，你跟外卖骑手从职业人格上来说是平等的。其次，从工作环境、工资、收入、个人感受来说，不仅不是沦为，是各方面的提升，仅代表个人观点。虽然我目前送外卖和拍视频是两手抓，但是我打心底里我就没有落差感。我如果没有勇气不踏出这一步，哪会有这么多人看到我呀？我也没有想到我送外卖碎碎念会有这么多人喜欢我、关注我。第二个让我很无语的点是，在这些公众号的评论下面有这样的一条，他说一个劳动聘用制也敢过来蹭主持人的身份。我之前工作过的单位分别是湘西吉首市台和湘西州台。我在市台的时候是考上了编制的，但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不方便展开说，最后就放弃了市台的编制，去到了湘西州台。在州台是没有编制的，也就是你们说的劳动聘用制。好，哪怕我没有考上过编制，咋的？我就不算电视员工了啊！我之前付出那么多努力，我策划、主持、剪辑过那么多节目，就可以被你抹除了，就因为你有编制。那几乎每个电视台都有合同聘、劳动聘用，干的事儿可一点不比有编制的少啊！然后还有一些同事大哥说我看起来太白了，是来作秀的。我想问一下哥啊，那您第一天送外卖是不是一坐上那个车唰就变黑了？不可能嘛，对不对？你也是经历了风吹日晒慢慢变黑的。对，我承认我送的还不够久，但是请大家给我时间，我会变黑的。最后一些无关紧要的澄清一下啊，我未婚未育，没有离婚，不是离异带娃，然后我是27岁，不是37岁。不过看了这哥们儿的视频，我就先不说他这个外卖跑得好不好，我得说啊，他这个主持节目以前是不是做多了，脑子有点混沌了，就正能量在脑子里就来回回旋去不掉了。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你说什么叫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你说马斯克的职业和他的职业互换一下，他换不换？他不觉得马斯克的职业是高的？当然了，我举马斯克的例子就是夸张一点说，但实际上表达的意思就是他职业在社会的人的眼里，他就是有高低贵贱。你说没有高低贵贱，纯粹是麻醉牛马的一种说法。如果谁还相信这种说法，或者是传播这种说法，那不是低智商就是真的坏。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小哥他应该不是坏，他可能就是在认知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误区啊。就职业，它真的是有高低贵贱的。那有的人他就是坐在空调房里面，吹着空调，喝着茶，看着报纸，然后拿着万把块的收入，还有很好的其余的福利啊，还有高额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障，也不用付出太多的体力。其实他也不一定有太强的能力啊，就混到一定职位呢，还可以为子女争取各种的资源，无论是教育啊，还是安排子女未来的就业，那都有资源。那有的职业，就比如像刚才这位跑外卖的小哥，他就得一天10个小时马不停蹄的奔波，你赚的也是万把块钱，但是啊，他就是手停口停啊，没有各种福利，缺乏各种保障，子女也完全无法得到他的助力，这不是高低贵贱是啥呀？从人格上讲，那平等我们希望是都平等，但是社会的现实告诉你啊，这人格它确实也不平等啊。你外卖小哥进个小区，保安都会拦你；坐个电梯，没素质的大爷都会骂你啊。你看我们在网上看过多少这种视频，是吧？那在这个社会里面，它就是会区分人们的这个职业的高低贵贱，把人放到相应的位置去衡量。大家永远要记得一句话：如果你刚认识的朋友，首先前几句话就会问你，哎，你做啥的呀？他背后的潜台词就是，那其实我呢，应该怎么对待你啊？
去高看你一眼呢，还是拿你不当回事儿呢？所以大家如果以后遇到这种人啊，话没说几句呢，首先问你是干什么的，问你职业，你首先心里就明白，这大概就是个势利。那这位小哥说平等啊，我还能稍微忍一忍，但又要说这是提升的话，那我就真的觉得他太适合做正能量主持人了。你还是干回这个岗位吧，比较适合你啊，黑的都要说成白的了。其实啊，你看这小哥呢是相当有能力的，非常善于洗脑啊。不过现在他主要是把他自己的脑给洗了。哎，你还挺激动，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哎，大王怎么一下这一期这么犀利了？哎，我就说点大实话。对，这其实我觉得你说的真是挺对的，因为如果说职业没有高低贵贱，确实是有点自欺欺人了。从人格上来讲，大家确实是平等的，但是怎么说呢？他这个职业，他确实是有高低之分。大家也都是社会人嘛，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明白。而且像外卖员这种职业哈，他是付出自己的体力劳动和时间去换取收入，手停口停，没有一个职业上升的空间。其实早年啊，在15年前、20年前，有一些外卖员他送的好，他确实可能受到提拔。比方说，我记得马云之前还提拔过阿里的一个外卖员去做了阿里的高管，但这个事情在现在这个社会是几乎不可能再存在了，因为外卖员都已经基本上要过剩了。现在外卖员的学历已经普遍上升了一个层次啊，不少都是本科生甚至研究生了。对啊，我们前2天还刚刚做的节目是吧？清华本科生、北大硕士生，然后南洋理工的博士。牛津的硕士，然后也现在去做外卖员了。但他确实是个例啊，就博士送外卖的还是少，但是本科生现在真的是比例相当之高啊。对啊，而且大厂、互联网大厂被裁员的，或者说之前好工作被裁员的去送外卖的，我现在都觉得呀，中国的外卖员啊，基本上是放眼全球，那可能也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然后这个平均职业数字是最高的。但你看外卖员哈，他就是手停口停，依仗于每一天的这个付出时间和体力劳动。但是如果你是正儿八经的在公司里上班，或者说在企业里上班，咱不一定说所有的人最后都能够升职加薪，但是确实有很多人啊，通过自己的努力、认真的工作，或者说比较不错的沟通能力和情商，他在职业上获得了一定的上升空间。就是说，起码他是有一个职业发展生涯的这么一个期待的，或者说很大的希望的，就跟外卖员他确实还是不太一样。就是你看这个小哥吧，他就是没有送多久，他在视频里也讲了嘛，他就送了2月，所以他现在能够这么去讲，没有什么职业高低贵贱去，还有什么讲什么提升之类的。但凡他送过1年之后再说这句话，我都不说你是假，我都说你是自我陶醉。现在大家一定要明白，你听一个行业里的人跟你讲这个行业怎么样，或者什么之类的，那这个人在这个行业里，他至少得干了1-2年，最好是5年以上，那你听他的意见是有意义的，他说的话是值得一听的。否则你像这个人干2个月，还什么酸甜苦辣都没体会全呢，而且这个酸苦头2月就算再怎么酸苦，一般人他还是有忍耐力可以忍受的，他是能忍个5年再说这么轻松的话，那他的话才有点说服力。哎，你说这点我特别赞同，就是我看有一个下面的高赞留言哈，就是有一个人曾经是互联网大厂的经理，然后被裁员了，他又找不到相应工作的收入，但没办法要养家呀，就去送外卖吧。每周呢还能赚5000，每个月啊能赚2万，虽然没有之前收入高，但起码呢也能养家糊口了，而且觉得心情愉快啦，不用跟同事们勾心斗角啦，也没有什么业绩考核的压力啦，觉得身心都很好，精神也比以前棒了，然后情绪呢也比较好。但是接着干着2年以后，他就说越来越暴躁，为什么呀？就是在送外卖的过程中，确实风吹日晒，很辛苦，然后手停口停，所以你没办法，就是得起早贪黑一直送嘛。然后其次呢，又经常碰到一些刁蛮的客户，给一个差评，动不动还要扣钱，所以整个人呢就变得非常的暴躁，也没有时间陪家人。曾经呢，小孩都觉得他是一个好爸爸，现在小孩看了他呀，都很害怕，就是家庭氛围也非常的差。总之啊，如果要劝人或者说轻松漂亮话，那你自己真得先有足够的经验和经历，有了这个资格再去说这些轻松的话。接着我们看下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是一个中国传媒大学的本科，然后考上了清华美院的硕士。当年他考上清华硕士的时候啊，村里还给他放了鞭炮。一开始呢，他也是想按照父母的那种期望嘛，去找工作，想找一份比较好的工作，然后还到字节跳动实习过。毕业后呢，也考上了深圳的教师编制的这个教师工作，然后结果呀，还是选择了去做一个纹眉师。我妈呢是
特别反对我做纹眉的，他觉得纹眉只是不需要上学，然后门槛很低，并且从事的工作会被人家瞧不起的一个状态。当他第一次知道我要做这个行业的时候，他先是不信，后来他听到我非常坚定要做这个的时候，我妈非常激烈，她就好像一个长了刺的那个刺猬一样，到处都骂两句，就是会觉得你这不行那不行。最后慢慢的发现我真的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她哭了，也不是大哭，就是很难过，就是默默的流眼泪。我看了以后非常的心疼，她可能这个也是对我的一种保护吧，就是她觉得我这么辛苦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竟然去干着她觉得不太好的一个活，他害怕我被别人瞧不起。这位清华毕业的同学啊，他最后去干了纹眉，看起来好像落差有点大，但我其实不怎么觉得意外哈，因为你看他是清华美院的嘛，因为这个清华美院对于清华来说，怎么说呢，就是一个附属学院的感觉。这个清华美院的前身，它是中央美术学院，把这个中央美术学院并进来了。那在中国美术界的地位，中央美院它也是非常高的哈。你要知道，这美院毕业的学生最后能跑出来的成为知名的艺术家，那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大部分人其实最后他就是普通人。我就认识一个美院毕业的，他最后其实他在职业发展方向还是不错的，最后他又回到了美院去当了老师。我还去他的个人工作室去看过，他的很多画确实画得很好哈。我想起来了，你不是说你还想买他的画吗？说我们提前投资一下，没准哪天他就爆火了。对，有些人就是花几千块钱啊去买那些还不太知名但觉得画的还不错的这些人的一些作品啊，万一他哪天火了之后，你这个作品啊就几十倍上百倍的翻番。我当时就是这个想法哈，我就想几千块钱买他一部作品，但是呢他一部作品都不愿意卖，因为毕竟是自己的熬了很久的一个心血嘛，他觉得几千块钱还是太低了。但是我要几万块钱呢，我又舍不得呀，他毕竟也不是知名的画家。现在时间又过去了大概5、6年，他现在还没有出名哈，所以美院的学生最后大概率的结果就跟他一样，其实也就是成为普通人，能自己有一些作品，但是这些作品也完全不出名，人也不会出名哈。有些人就可能会去选择做一些插画师啊，或者画画漫画之类的。所以美院毕业的学生，他的出路还是比较窄的哈，并不是意味着你清华美院的毕业的，又加上清华2个字，就会有什么更大的普遍性的新的突破。所以你看这个清华美院的录取分数线也能看出一些端倪。高考录取分数线在不同省份，它是从400分到550分就可以上清华美院了。但是你看跟其他的专业基本都是要670、80分以上，这个差距可不是一般大。在智商方面，它就是一个分水岭。那就清华的美院的同学，咱得说在这个专业里面，他已经是比较优秀的了。但是现在你看，又随着 AI 的这个兴起，美术领域的竞争就会特别卷、特别激烈。比如以前美院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可以去游戏的大厂去做画师啊，或者做一些设计类的工作。现在啊，这些游戏公司的这些画师的岗位都大大缩减，就是现在效率在 AI 的加持之下，都可以大幅度提高了。一个人就可以做以前10个人甚至几十个人干的活，而且啊，比以前干的活的质量效果可能还要好。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选择纹眉，估计他可能以后还可能会向纹身方向进行拓展哈。这个可就是 AI 真的做不了，必须得人工的介入，是吧？那我觉得还真能够发挥他在艺术殿堂顶尖领域无法突破的这些人啊，他们在这个领域能够具有颇具含金量又有比较不错的收益的这么一个行业啊，我觉得是挺现实的，对他来说真的是挺好的一个选择。哎，你这么说让我想到之前张雪峰就说嘛，说这种学设计的或者说中央美院的这些学生哈，乍一看好像感觉还挺有艺术细胞的，跟设计啊画画打交道，但其实啊真的就是找工作当中或者你企业当中的牛马，最牛马的牛马呀，因为就是纯粹的乙方，就甲方会让你一直改，然后1稿2稿几十稿几百遍的改，然后因为你作为乙方嘛，其实你就觉得甲方什么审美啊，那么根本就不对，但没办法呀，看在钱的份上，你就得一直辛勤的劳动。而且你别看人家甲方也许审美不行，但是人家可能懂商业、懂营销，他提出的改的需求还真不一定没有道理。我刚开始乍一看这个女孩的视频哈，就觉得她放弃了一个深圳有编制的这么一个教师的工作，转而去干纹眉，就确实挺唏嘘的。但是听你这么一说呢，我觉得还真是挺有道理，因为这个可能恰好跟她在美院的这个专业呀就对应起来了。就是乍一看纹眉感觉只是一个美容院的一个普通的一个服务，但实际上呢，它可能还融合了一些像皮肤科学呀、美学设计呀，对，然后就是色料化学呀和手工技艺的这么的一个融合吧。而且她现在呢是干一个自己的一个
独立工作，就是自己开了一个工作室。虽然可能刚开始不一定是很大的店面，甚至就有可能在他自己的房子里完成的，但是随着这个现在因为自媒体做也很容易嘛，你在小红书上或者抖音上发布自己的作品是吧？然后慢慢的这种口碑起来了，就会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就慕名而来专门找他，然后又像你说的，他可能从纹眉又扩展到了纹身，那这样的话就其实他这种收费可能就水涨船高了嘛，并不是简单的这种技术工种，可能还涵盖了像这种设计啊等等的，甚至可能还可以招兵买马，就真正的干成了一个连锁店都是有可能的。对，他这个职业天花板还是挺高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其实这个女孩的这种选择就说明，不是说好像所有的从这个所谓的比较光鲜的职业变成另外一种好像不那么光鲜的职业都是差的选择。其实如果你做对了选择，反而可能实现人生的一个跃升。他这个纹眉，尤其是他自己开了个店，它就是一种生意的概念啊，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会得到非常多的思考、锻炼以及成长，就比那位主持人去跑外卖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祝福这位清华女生，她后面取得更多的突破啊！我们来看下一个视频。就看了刚才这个医生改行业改成摆摊卖糖水，这个确实有点出乎意料了哈。因为他自己还解释过说这个选择是他自己选的，那我就觉得这个脑子是有点抽风了。我看他这个视频还有评论说啊，这个人心态真好啊，真棒啊，然后以后祝福他越来越好。这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讲点实话，应该讲讲这个社会的残酷现实。就像张雪峰一样，如果他不讲这个专业的现实，就是讲天坑专业，这个学校是名牌，好去，那你就考天坑专业没有问题。就都是正能量，咱们要清一水的鼓励，这也好那也好，那你说那玩意儿有用吗？如果张雪峰这么讲话的话，我估计他现在也不会在网上这么火。那就这个医生讲，他说他是主动辞职的哈，因为医生这个行业它比较特殊啊，一般除非他出了重大的医疗事故，否则轻易不会被辞退。那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他实在是真的不喜欢这份工作。医生的工作压力啊，平时确实也比较大。另外一方面，他们在持续学习方面也有比较大的压力，就不是说你从医学院最后毕业了，成为医生了，考到资格证了就一劳永逸了。就在医生的这个评定职称的这个过程中，他还需要不断的学习写论文，然后还要不断的积累各种经验，而且还可能需要跟领导啊或者跟评定职称的相关人还得需要搞好关系。所以他这个一路要走到什么主任医师啊等等这种比较高的级别啊，他还是需要做很多的努力的。其实医生这个群体，很多医生啊，他并不是大家想象那样都是学霸出来的。就以我的一些同学为例啊，我知道我很多的初中和高中同学都成了医生，他们当年在班级里面就是一个普遍的中游水平，有的甚至还是偏差。然后后来就读了一个可能是2本或者3本的医学院，最后啊毕业之后，经过多年之后也成为了一个医生啊，有的是到县城去当医生。刚才视频里面这位医生，他的锦旗上就写了，他所在的医院啊叫宁城县中心医院，也就是大王比我严谨，就是这个视频还特意逐帧的看那个锦旗上到底是哪一家医院。就是他确实是个县城医生啊。那客观说呢，这样的医生大概率啊他不是学霸出身。那在医生这条道路上，我刚才讲了，他有非常多的要做继续持续的学习，要做很多细致的工作，可能最后他就发现啊，他确实是不适合或者就不喜欢做医生这类工作啊。我觉得这个概率可能是比较大的。其实想想也知道，真的要像北大医学院或者是其他类似的这种学院哈，名牌医学院出来的学生改行去卖糖水的这个概率，那实在是太低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对医生呢，其实也是要祛魅的。就是医生这个行业确实有个很优秀的人，但是呢，其实各种素质的人也都有啊。像董希颖是吧？就有厉害的行业专家，也有这个4+4培养出来的半路出家，是吧？也有大把的这个3本医学院出来的能力经验都很一般的医生。那现在在互联网时代呢，很多医生啊，年轻人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啊确实适应不了，或者也不喜欢这个岗位。那互联网又创造出了一些新的一些行业的机会，所以呢，他可能就想啊卖卖糖水，做做个体户，自己时间比较自由，精神压力也比较小，然后还可以同步做一做直播呀，做做视频。我觉得也不足为奇哈。
但是不得不说呀，我觉得他还是太年轻，他大概率将来一定会后悔这个选择，走上个体户的道路，就意味着他背后失去了一个平台，一个支持他的平台，保护他的平台。人呐，其实是需要平台的，有平台的加持，就赋能就更好嘛。可刚才那个清华美院的学生，你不是说他辞去了那个教师工作，去做一个个体纹眉师，还挺好的吗？自己开始做生意了。但你看他俩有2个区别，第一个，首先人家是选择做纹眉这种比较有技术含量的，你说这个选择去卖糖水，首先他这个转型转的就不如人家纹眉师要好嘛。第二点，他那个教师编，我估计是美术教师。美术教师和你这个，比如高中的那种数学啊、英语、物理老师那种教师编，那个含金量还是差距很大的。那如果你拿医生的这个平台和美术老师的这个学校平台去比的话，显然是医生的这个平台要远远好于这个美术学院的老师平台。尤其他是在一个县城的这个医生啊，其实是更为吃香的。所以啊，我觉得他这个放弃这个平台是挺可惜的，除非他天纵奇才，卖糖水，开连锁店，甚至最后从事商业转型，获取更大的成功。否则呀，糖水这个行业天花板它也太低了吧！而且呀，城管、卫生等等各个部门都可以来约束他。以前这些人可能找他看病还是要求他的，现在都能管他了。他现在才20来岁，可能还体会不到，等他年龄越大，他就会越体会到。尤其是他孩子要上学的时候，更加需要他的人脉资源，需要帮他孩子来择校啊等等，需要他各种支持的时候，他就应该会后悔这个选择。希望这哥们儿如果现在看到了我这个视频，赶紧趁着现在转行你还没多久，赶紧回到医疗行业去吧。因为有的时候所谓的工作自由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是其他方面的不自由啊。好，本期节目就讲到这里，下期再见。下期再见。哎，我怎么觉得肢体动作还是有点少啊？讲着讲着又忘了。咱俩毕竟还是正经人啊。